大家好，我是小懒。这两天国内的富豪圈可是真真正正的大地震了。我估摸着不少平时高高在上、叱咤风云的大佬，这几天晚上连觉都睡不踏实了。咋回事呢？就在7月24号，财政部和税务总局联手甩出一份堪称王炸的重磅文件，2026年第21号公告，全名叫《关于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的公告》。好家伙，这个消息一出来啊，全网是直接引爆了，各大自媒体铺天盖地的都在传，说那个早就跑到海外的 SOHO 大佬潘石屹，这一次被国家精准狙击，起步就要追缴20亿的税啊，最高甚至可能要补缴70亿。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啊，最炸裂了还不是老潘一个，像咱们耳熟能详的老马啦、强哥、拼多多的黄峥，甚至早就换了新加坡国籍的海底捞创始人张勇，这帮大佬玩了10几年的离岸家族信托，这一次通通被国家的新规一网打尽。昔日风光无限的富豪榜，一夜之间变成了补税候选榜。大家想想咱们普通老百姓每个月发那几千块钱的工资，这个税呢是扣的明明白白的呀，一分钱都不少。去买个菜啦，给孩子报个班啦，几百块钱的专项扣除咱们还得精打细算半天。结果呢，这帮顶级富豪在中国市场上狂赚了几百亿、上千亿转手弄个海外信托的壳子往里面一装，国内的个人所得税人家是一分钱都不用交。你说这合理吗？那今天呢，咱们就把这场富豪圈的现行大戏给大伙给扒个底儿朝天。咱们先拿潘石屹当个活生生的例子看看他这21年来是怎么把钱洗出去还不用交税的。那时间呢，回到2005年，当时 SOHO 中国呢正准备去香港上市，潘石屹和他的媳妇儿张欣手里面捏着公司绝大部分的股权。就在上市前夕的11月份老潘搞了一出震惊商界，也让他风光了几十年的公关大戏。他大手一挥，把自己名下所有的股权以0元无偿赠与的方式全部转给了媳妇儿张欣。这为啥要转给张欣呢？因为人家张欣当时手里面拿的是香港身份和境外护照这转完之后呢，老潘还在媒体镜头前大言不惭的抖机灵，我现在名下一股都没有啦，我是个彻彻底底的无产阶级啦。哎呦喂，好一个无产阶级外行听了还以为他是金钱如粪土呢，但是懂行的心里面都跟明镜似的，这哪是大公无私呀，这分明是在给后来的离岸信托大逃亡铺路呢。股权一到张欣手里面，立刻就被塞进了2家注册在维尔京群岛的壳公司，然后呢又套进了开曼群岛的离岸家族信托里。这一套眼花缭乱的架构一搭好，奇迹就发生了。第一，防离婚防要债，股权现在属于信托它不属于个人了呀。那就算以后这个公司破产了，或者2口子闹离婚，债主和法院谁也动不了这笔钱。这第二呢，也是最核心的一点彻底免税。过去这20年SOHO 中国在国内靠着卖北京、上海核心地段的写字楼，那比如望京 SOHO、外滩 SOHO， 连卖楼带股票分红，陆陆续续套现了超过300亿元人民币。这按理说你拿了几百亿的分红和套现按照咱们国家的税法，属于股息红利或者财产转让，得乖乖交20%的个人所得税吧。但是人家是怎么玩的？他们把这些钱源源不断的打进开曼群岛的信托池子里，放在境外的银行账户上。那只要这笔钱不以个人分红的名义打进国内的个人银行卡里过去的税务系统就很难跨国去查这笔账。结论就是在国内赚了几百亿，转手挪到国外，过去21年里境内的个人所得税人家是一分钱都没交过。这套玩法在富豪圈里被奉为神作大家都觉得老潘这招太绝了。那直到今年的7月24号，国家一指令下，这个神话被彻底砸了个稀巴烂。那有的朋友听到这儿可能就糊涂了小懒这个离岸信托到底是个啥魔法凭啥能当富豪到免死金牌我给大家打个最通俗的比方那咱们普通人存钱钱存在银行卡里面，卡上写着你的名字，你要是欠债了，该交税了，法院和税务局的系统一查，直接就能把钱划走。但是离岸信托它不一样它就相当于富豪跑到海外买了一个带密码锁的超级保险箱，然后雇了一个国外的洋管家来看门。富豪把这个公司的股票啦、房产啦、现金啦一股脑全塞进保险箱里，然后跟这个管家签了个协议。管家现在这保险箱里的东西名义上归你了，但是赚了钱得分给我和我的孩子，
而且这个钱怎么花、怎么投资，必须全听我指挥。这就在法律上搞出一个极度荒诞的隔离墙。那面对国内的税务局和债主，富豪双手一摊，装穷啊！你看啊，钱都在境外管家那儿，我名下1分钱都没有，别找我要。那面对境外的管家，富豪翘着二郎腿下令，把今年卖楼赚的几个亿给我打到账上，我要去纽约买豪宅。就因为开曼群岛、维尔京群岛这些避税天堂的税率极低，还替客户保密，富豪把国内赚到的资产往这些小岛上的壳公司一装，再套上信托，就相当于在财产权上穿上了一件隐身衣啊！咱们工薪阶层发工资啊，公司直接代扣代缴个税，最高能扣到45%。人家富豪赚了几百亿啊，税率却神奇般的趋近于0。这个事儿搁在谁心里面能平衡啊？国家能不管吗？所以这一次的第21号公告一出来啊，那就是奔着砸烂富豪们的海外保险箱去的。税务总局这次出拳啊，主打一个稳、准、狠，直接祭出了3大降维打击。第一招，别拿外国护照和壳公司来当挡箭牌。那以前富豪最爱玩的换国籍，张鑫拿香港身份，张勇换新加坡国籍，以为成了外宾就管不着了。新规直接一巴掌拍醒你，不管你套了多少层壳，也不管你拿的是哪国护照，只要你这笔钱的源头是中国境内的企业，或者说你这个人就是从中国出去的，那你就得在中国交税，直接穿透你的伪装，跑都跑不掉。还有第二招，全方位封堵，按20%强制征税。以前你不是喜欢把钱囤在信托里，不往国内拿来避税吗？新规现在分3步走，直接锁死。1，装进去的时候交钱，把国内资产装进海外信托，按财产转让算，增值部分交20%。2，存着的时候交钱，这可是最致命的啊！只要信托里的公司每年产生分红，卖楼赚钱了，不管你分没分给自己每年必须申报，直接按20%补齐个税。这个 bug 算是彻底被封死了。还有第3注销的时候交钱，以后你想把信托拆了分给孩子增值部分再补一刀20%。什么情况？还有第3招，90天的倒计时，18.25%的夺命治税金。国家这次也是先礼后兵啊，文件规定给所有玩离岸信托的富豪90天的自查补报窗口期。这90天内你老老实实的去税务局把2023年以来的旧账补上，国家不收你罚息。但你要是觉得天高皇帝远，继续装死呢，一旦被查实除了要补交天价税款，从逾期那天起每天加收5/1000的滞纳金。大家知道5/1000是啥概念吗？折合年化利率高达18.25%。那别管你身价几十亿按这个利率滚个2年的雪球，直接连本带利把你罚到破产。这一招就是拿刀架在脖子上，逼着他们把陈年旧账给吐出来。大家可千万别以为这只是潘石屹一个人的倒霉事那你翻开中国的富豪榜前100名里至少有1多半都弄了这个海外信托。咱们随便点几个名像老马、强哥、黄峥、雷子，互联网大佬，这帮人当年上市前全在开曼群岛搭了信托庄股权。虽然互联网公司平时现金分红少，现在马上补税的压力不大，但只要你以后想套现，想把股权分给后代，那20%的大刀就已经明晃晃的挂在头顶上啦。想零成本传承财富做梦。还有海底捞的张勇夫妇张勇换了新加坡国籍，搞了信托。这2年海底捞派息率超高每年大把的分红往信托里流。以前他可以说我是外国人，现在不行了钱是从中国的火锅店赚的，按新规分红得全部乖乖的交20%的税，这绝对是当头一棒地产富豪龙湖吴亚军，龙湖地产呢向来以高分红出名，吴亚军每年通过离岸信托拿到的现金都是10亿级别的。在这个90天的自查期里，他绝对是潜在的补税大户。你看从搞房地产的到搞互联网的，从卖火锅的到做手机的，国家这次不针对谁而是要把整个制度的漏洞拿水泥给彻底堵死，把这帮富豪过去20年在国内疯狂捞钱，去海外潇洒避税的狂欢派对直接拉闸断电。最后呢，也帮大伙儿澄清个谣言，网上说潘石屹已经被罚了70亿，这个数字其实还没有实锤那目前税务局还没有下正式的罚单。这个70亿呢，是金融圈的人根据他过去套现的300亿，按照新规的20%的税率自己拿计算器推算出来的最高理论值。
但是啊，这个数字虽然是推算的，释放的信号却是铁骨铮铮的。清算的倒计时钟声啊，已经敲响了。不管你是谁啊，这90天里，要么呢你自己拿着钱去税务局排队，要么啊就等着90天后，税务部门带着审计账本和18.25%的滞纳金去找你喝茶。咱们普通老百姓啊，起早贪黑赚点辛苦钱，该交的税1分钱都没少过。因为咱们知道国家要发展，咱们得尽这份义务。那些吃尽了中国时代红利、赚得满嘴流油的顶级富豪，凭啥靠着几张外国废纸就能把钱给带走，把交税的责任全甩给老百姓啊？今天这国家级的重拳砸下来就是在告诉所有人，中国没有永远的避税天堂，在中国赚的每一分钱必须留下该交的税款，躲得过初一，躲不过15，欠了21年的账，总有一天得连本带利的吐出来。好啦，今天就聊到这儿啦。这一期听完是不是觉得气儿都顺了？我是小懒，咱们下期再见。